本集核心问题：为什么绝大多数聪明人注定要在股市里当韭菜？划重点，在资本的绞肉机里，没有人能永远靠小聪明全身而退，因为总有比你体量更大的资金能瞬间修改游戏规则。让我们来看看人类投机史上最荒谬的一幕。1635年，荷兰爆发了著名的郁金香狂热。当时，一种叫做 Chowder 的郁金香品种单株卖到了1615弗罗林，而当时4头公牛才值480弗罗林，1000磅奶酪才值120弗罗林。到了第二年，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甚至卖到了4600弗罗林，买家甚至还要额外支付一辆崭新的马车、2匹灰马和一整套马具。人们花天价买一朵花，是因为这朵花真的值一辆马车吗？当然不是。他们买入的唯一原因是期望明天会有一个更大的傻瓜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把它买走。这种总期望有人出价更高的想法，在金融学上被称为博傻理论 Great Fool Theory。 划重点，当你为了追逐热点而买入一只自己根本看不懂的股票时，你并不是在投资，你只是在祈祷自己不是这个赌局里的最后一个傻瓜。不要以为只有普通人会犯傻。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疯狂牛市里，耶鲁大学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竟然公开宣称，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一个看似永久的高台之上了。就连价值投资的祖师爷，被誉为华尔街教父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在1929年大萧条袭来时，也因为以为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而用贷款投资股票。结果到1932年，他的联合账户惨烈暴跌了 70%， 一度濒临破产。你看，当绝顶聪明的大脑遭遇极度癫狂的市场情绪时，传统的逻辑会瞬间失效。因为股票投机本质上就是 A 试图判断 B、C、D 会怎么想，而 B、C、D 反过来也在做着同样的判断。在这场互相猜测的博傻游戏中，所有人都沦为了情绪的奴隶。第3步，规则拆解。既然直觉是错的，华尔街又是如此残酷，那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究竟该如何布局？本杰明·格雷厄姆在经历了倾家荡产的血泪教训后，在聪明的投资者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认知框架。我把它提炼为我们在股市中必须看懂的2个绝对信号。第一个信号，当你看到一个行业成为全民神话，所有人都为了一个概念，比如曾经的互联网，现在的 AI， 疯狂买入时，意味着博傻游戏已经到了击鼓传花的末期。聪明的投资者会立刻转身离开。彼得林奇在《战胜华尔街》和他的投资圣经中反复警告我们，一定要避开最热门行业中最热门的股票。给大家举个真实的现代例子。1981年，石油服务业是全美最火爆的行业。当时有一家叫汤姆·布朗的明星公司，股价被炒到了每股50美元。在一次大会上，这家公司的 CEO 当众嘲笑一个做空他们公司股票的人，说你会把汽车和房子都输个精光，只能一丝不挂的光着屁股去参加圣诞舞会。结果仅仅4年之后，这家公司的股票就从50美元暴跌到了可怜的1美元。这几乎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只有一堆没用的钻井架和惊人的债务。那些在50美元因为石油热而冲进去的散户，才是真正输得精光的人。第2个信号，当你看到大盘暴跌，哀鸿遍野，连好公司的股票都被人当成垃圾抛售时，意味着市场先生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症。聪明的投资者会开始像买大白菜一样进场扫货。格雷厄姆提出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假设你花1000美元持有一家私人企业的一小部分股份，你有一个叫市场先生的合伙人，这位市场先生是个狂躁抑郁症患者，他每天都会跑来告诉你他认为你的股份值多少钱，并且随时愿意按这个价格买走你的股份，或者把他的股份卖给你。当他极度狂热时，他会报出一个高的离谱的价格；当他极度恐慌时，他会报出一个比白菜还低的价格。划重点，真正的投资者是把市场先生当成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仆人来利用，而不是把他当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主人来盲从。所以当市场先生因为恐慌而给出极低的价格时，你根本不需要跟着恐慌，你只需要掏出钱买下他手里被严重低估的筹码。这就是从韭菜蜕变为猎手的终极规则。给普通投资者的武器
朋友们，听懂了理论，我们还要把它变成能在账户里变成钱的实战武器。以下是5条你今天就可以立刻用上的价值投资启示。启示1：区分投资与投机。永远不要为没有现金流的市梦率公司买单。当你打算买入一只股票时，问问自己，如果明天股市关闭10年，我还能从这家公司的利润里分到钱吗？如果不能，如果它完全不赚钱，只靠 PPT 上颠覆人类的梦想支撑股价，那就是纯粹的投机。立刻删掉自选股，不碰就是赢。启示2：识别博傻陷阱。当连你不懂投资的邻居都在给你推荐某只热门概念股时，立刻清仓或拒绝买入。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聚会，发现牙医、水管工甚至退休的阿姨都在热烈讨论某只 AI 龙头股，这就是市场先生极度狂热的顶点信号。因为真正的内幕和机会永远不可能在全社会的闲聊中产生。此时，聪明的做法是把手揣在兜里，绝不跟风。启示3：利用市场先生的情绪。当大盘因为非理性恐慌单日暴跌时，不要看账户缩水，去翻看你关注的优质公司财报，准备买入。每一次股市崩盘，都是市场先生在白送黄金。不要被暴跌的 K 线图吓倒，打开你早就看好但平时嫌贵的公司的财务报表。如果它的业务没有受损，现金流依然充沛，那就趁着别人恐慌，果断买入这些被错杀的便宜货。启示4：拒绝预测宏观经济与股市，放弃预测下个月是牛市还是熊市，把80%的精力放在研究一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上。没有人能准确预测股市。1987年10月大崩盘前，80%的投资顾问还坚信大牛市即将来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看大盘走势上，你应该去研究这家公司的负债、市盈率和现金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头能产奶的现金流，还是一个快要破产的空壳。启示5：认清自己的散户优势，从你日常消费的品牌中寻找投资标的，只买你完全看得懂的生意。普通人不仅不比华尔街专家笨，反而有巨大的优势。不要去买那些充满晦涩专业词汇的高科技公司，去看看你身边哪家快餐店永远在排队，比如 Taco Bell， 哪个汽车配件店的销售员最热情，比如 Pep Boys。 投资那些业务简单易懂、傻瓜都能经营的好公司，这才是散户降维打击机构的秘籍。下集悬念。讲到这里，你已经看透了华尔街这场博傻游戏的嗜血本质，也懂得了要利用市场先生的癫狂来逆向操作。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还没回答。刚才我们提到，连智商绝顶、发明了价值投资体系的本杰明·格雷厄姆，都在1929年到1932年的大萧条中，因为过早抄底而惨烈暴跌了 70%。 如果连祖师爷都能被大跌的市场绞杀，那在这片变幻莫测、随时可能爆发黑天鹅的资本海洋里，我们普通人到底靠什么才能活下来？到底有没有一个极其精确的数学锚点，能够保证我们在 AI 风口破灭或者全球金融危机突然爆发时，依然能做到稳赚不赔，甚至躺着实现财富跨越？下集：高风险高回报的谎言，揭秘大师们的稳赢底牌。我将带你破解华尔街最大的谎言，拿到那张通往财富自由的复利寻宝图。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见。